上一场打的也挺不错，咸鱼翻身了，我们掌声有请咸鱼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我是咸鱼，特别开心啊，又能来录制节目。第二轮了，也有问题想问问大家，下个月还烫头吗？很多朋友没发现是吧？我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美式前刺。哎，发型师就是这么说的。但纠结，烫头太贵了，现在随便烫个头管你要个300、500，但不烫不行。我烫头不是臭美，遮丑，遮完还这样，不遮就这样。这边也看啊，咱都有的看啊，都有的看。这2年可不像脱口秀演员，像相扑运动员。本来，哎呦，谢谢，本来没打算烫，我的计划就是剃光戴假发。发型师要赚钱，给我散播焦虑。他说你必须烫，年纪轻轻就脱发脱成这样，只有2种发型适合你，一个就是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美式前刺，还有一个也适合你，叫这个梦回大清。他说这第2个也好，但主要啊，你现在在上海发展，你就美式前刺吧。哪天有机会飘到北京，你再梦回大清就可以了。不为了别的啊，听说故宫不好买票预约，你不用预约。你说你要回家，走员工通道啊。谢谢朋友们，谢谢。研究生喜剧之后就是大傻子笑话，朋友们。这2年发际线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厚，我感觉越来越高，我感觉我这头发这2年跟保安似的，指挥我这发际线，到，后面有个是地儿，到，别到了，到地中海了，发际线越来越高，脑门就越来越大，大到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，想凉，我就凉了。有多大啊？现在我脱发脱出来的这个脑门已经基本跟我下边这个脸一般大了。没错，上面是11厘米，下边是13厘米。什么概念啊，朋友们？就我这个脑门上，现在能再放一套5官。没错，在座谁有不要的脸吗？有。你想，哎，二郎神这就1只眼。我下一步可以跟二郎神同居，没错，我让他住2楼，因为他养宠物啊，没错，哎，草坪还可以遛狗啊，可以遛狗，哎。话说回来，纠结不烫头是为了省钱，这2年钱不好挣，还想挣钱，但钱不好挣，你脑海就闪过邪念，要不啃老。但啃老很有羞耻感，所以我就不啃。骗是不对的，但这是一道选择题。没错，你也不能怪我，主要我们家情况特殊，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，大家有所耳闻，教育大事，注重学习，出生开始，我爸就让我备战高考。什么表现？我爸那个钱啊，从我小时候开始，哪怕1分钱，不会支持孩子一丁点儿娱乐，游戏机、电脑、玩具没见过，但是他愿意无条件支持孩子所有学习和教育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我12岁6年级左右摸清一个道理，就是你看，其实我们家买什么都行，只要能开文具的发票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家人们？规则怪谈啊，这都属于朋友们。所以啊，我现在虽然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，我想出去旅游没钱，还是跟我爸说我要考研。哎，别，听我解释，朋友们，我知道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管家长要钱，但我觉着啊，我这个还是好过硬要，因为我这个起码算交易，没错，交易。你看，我爸是提供了经济支持，我也付出了呀，我付出了情绪价值。我爸一直想要一个高学历的孩子，
我没有这个智力，但我有这份孝心呐、我说的对吗，家人们？一声要强的爸爸，我都没。太感人了，哇，太感人！二郎神听完流下了3行眼泪。不瞒大家说啊，节目上线之前，我爸应该一直认为我的学历是博士后。我爸也不认为我是 Joker， 他觉得我的作品都刊登在 Nature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他给我钱让我读万卷书，我拿钱去行万里路，一份钱家里2个人高兴，对不对？我也是，我跟大家很多朋友一样，跟妈妈亲，但这2年我跟我爸越来越亲，我们俩现在亲如父子。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哪怕你听到这儿啊，你还是说哎呀坏，听我解释，朋友们。这也不是我研究的，我呀跟电视上学的。小时候电视上有个广告真坏，专门教小孩怎么啃老。哎，我就啃个爸爸妈妈，他直接啃爷爷奶奶呀。那广告怎么演的？我说我长大了想当太空人，爷爷奶奶可高兴了。给我买我爱吃的喜什么郎果冻。他想当太空人吗？他们就想吃果冻，我听得懂长什么吧？当然了，话说回来啊，我这么做也不全是因为广告的教育，也离不开我爷爷的教导。从我高中开始，我爷爷就老拿我爸爸的事迹鼓励我，说你要向你爸多学习。他是咱们村当年第1个大学生。不瞒大家说，我爸是中专生。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，我爷爷是告诉我，我爸懂我，我爸就是大学生，而我是博士后。就讲到这儿，下课。谢谢咸鱼。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几位看得挺开心，乃文哥，怎么样？没骗您吧？长见识吧？是不是？我说实话啊，就是首先咸鱼的这个表演的热情啊，真的打动我了，都打穿了，我感觉。然后就是你在想他刚才说什么了，但是就是我很开心。是不是有一种大脑的褶皱把它给抹平了的感觉？我觉得特别好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赢了他，首先你的热情是第一位，第二你得感谢他，因为他看好多多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谢谢。他一上来有一种蛊惑力。啊，就上来以后，管你3心2意，管你喜不喜欢，管你笑不笑，我先热起来。就是这种表演，就最近只在直播带货上能看到。朋友们、家人们啊，咔就起来了，那个劲儿哈，贼足。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里院喜剧节，就特希望你在街口上站着，知道吗？谢谢您了，老师。整个一条街的气氛就起来了。太感谢！哎呦，总是向你索取去。就是你本身在演出完了之后，你就好像变得特别谦逊，然后乖乖巧巧的。他一演出的时候就是巨炸的一个状态。晚上好，家人们。您好，老师。我其实不太能记得你说什么。谢谢您。那我下一轮还讲这个。哎，他讲的就是第1轮的段子，你没听出来啊？你上台的时候，你就满脑袋那个咚咚咚，我就扑面而来，我就开始笑，就已经被你的那个感染力给征服了。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尝试，就是不说中国话的笑话都可以，因为大伙好像不用在乎你说什么，反正就是纯粹的快乐，看你就高兴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，哎我，谢谢老师，我这个说害羞了。哎呦，谢谢老师，感恩的心。总是想别唱了。哎，那我特好奇，那您就没遇见过那种特冷特凉的时候吗？我第1次来这个节目就特别冷啊，但是我又忘了，哎，我们是第1轮的淘汰双子星哦。问问那个2位老朋友吧，这个2位小刘，
其实我也很看好咸鱼，说实话。哎呦，不许你看好他，你给我把眼睛闭上。乃文老师，我跟您一个感觉，咸鱼他的表演风格是这样的，因为他所有的包袱落在他的节奏和他的状态上，他不是落在那个预期违背上，所以他特别不害怕大家重复听。如果大家听过他的播客，那更是就这个破人，那点破事儿，在播客里已经说了10000遍了。对。就那工商银行的父母都离婚了，还有周鹏宇，我都能背下来，是吧？天天在那时光慢些吧。哎，说到这，我特别感谢教主老师，因为我其实前2年没有特别多的演出，教主老师给了我很多演出，都是对你所许。但是我有一点我特别感动的点在于，24年到26年这2年，咸鱼一直混迹在各大喜剧播客，一直在强迫自己出梗，先做到了播客的巨星，然后自己反而主要还是感谢无聊斋老师，哎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上播客相互成全吧，就是上无聊斋。时光慢些吧。教主老师的个人单口喜剧专场《身心俱疲》正在全球巡演。太混乱了这一切，但我不得不替多多说句话，多多第1年走到第2轮了，道歉，对不起，多多，没关系。爱情。